上山虎那双黑残眉微微抖动了一丝，片刻后沉声说道：王志坤行兵虽然保守了些，但绝对不是胆小之徒，不然庆帝怎会让他领燕京之兵10余年？这些时日里那些骚扰，看上去是我军占了便宜，实际上此人像是个乌龟一样，根本没有被你诱出什么兵来。上山破听着义父嗡嗡的声音在营帐里回荡着，看着义父的眼中自然流露出一丝敬佩。义父暗中回到南京已经有些时间，自然要准备迎接马上要到来的这一场大战。如果不是义父暗中运兵如神，借着3道防线纵横切割，也不可能让南庆铁骑到今日才杀到南京城下。上山破想到此处，不由怒骂出声：王志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，明明他们兵势占优，而且气势正盛，却偏生在平原上摆出一副守城的架势。上山虎忽然从地图上收回目光，目光看着营帐之外叹道：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王志坤的厉害便在此处。南庆啊，兵多将寡，实不欺我。这位北齐一代名将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丝疲惫之色。他从宋国州城回到南京，是因为他实在是不放心这处的防御。一旦庆国铁骑真的突破了南京防线，北齐朝廷的中腹部便会直接面对着南来的战火，朝廷必然生乱。上山虎等若是施了一个分身之计，南庆铁骑依然以为他还留在宋国州城，只怕担心到了极点，而他却是暗中在南京主持这一道防线。只有一个上山虎，却用这种法子能够发挥出超出一个上山虎的作用。只是面对着庆国军纪森严、军械优良、战斗力异常强悍的10余万大军，上山虎再如何用兵如神，也不可能感到轻松。尤其此次并非野战，而是2大国之间在南京防线上的正面冲撞，打到最后依然打的还是国力与气势。上山虎并不畏惧王志坤，他太了解这位南方的同行，所以不惧。这些年他主持北齐南方军事，一直将目光都投注在遥远南方京都的皇宫里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了解庆帝的军事思想，若南庆真要进行北伐，依理论定是要集全国之力全势北扑，至少要集结3路边军，以势不可阻之势强力推进。然而南京城外只有2路边军，庆帝的魄力似乎不如他想象中那般强大。上山虎双眼微眯，忧心忡忡，暗自想着：南方的那位君王究竟在想什么？难道是有什么我没有看出来的诡计？我还能守住这片国土吗？为将者首重信心。然而在南庆强盛军事面前，上山虎并没有战而胜之的信心。他相信自己能够将对方北伐的脚步阻止住一段时间，但是又能阻挡多久呢？有一种疲惫占据了上山虎的心房。他忽然想到了陛下前些天传来的密旨，听说南庆范闲已经从神庙回来了，此刻应该到了京都。难道大齐的命运便要寄托在庆帝的私生子的身上？范闲会杀死庆帝吗？能够杀死庆帝吗？当上山虎在南京城内注视着数十里外的庆军营帐时，在风雪中连绵10余里的庆军营帐之内，主帅王志坤大将也用冷漠的目光看着远处那座大城。只要攻破那座城池，庆军最强大的骑兵便可以杀入北齐中腹要害之地。到那时候风卷残云，虽然还要面对上京城前的2道防线，但想必总比现在要好打很多。尤其是此时攻南京，却要防着身后宋国州城里的上山虎。庆军的攻势虽然稳定，却少了当年开边拓江里的壮烈气势。王志坤问道：使妃什么时候到？身旁一位偏将不假思索直接应道：大将军应该在4日后抵达。王志坤有些欣慰地点了点头。此次北伐之始，陛下便已经拟好了所有方略。虽然如远处南京城内的上山虎一般，
王志坤有时候也觉得陛下此次的魄力不及当年，但是他对于陛下的信心是从来没有减弱过的。陛下要派使妃前来接掌北大营方面的野军，并没有让王志坤有丝毫负面的感觉。他不在意让人抢功，更不会认为陛下是不信任自己，因为使妃当年本来就是他的副将。更何况如今北伐乃统一天下的战争，没有哪一位大将敢奢望仅凭自己的力量便能完成此等丰功伟绩。王志坤偶尔想着，至少我比叶帅好，叶帅现在身份太过尊贵，只能在京都枢密院发令，却无法像我一样亲自领兵。准备了多少年了？王志坤站在营帐门口，任由雪花落在自己的盔甲之上，眯着眼睛看着远方的南京大城，想到自己的双脚其实已经站在了北齐的疆土之上，心中骤然间升起了无穷豪情。为陛下驻守燕京10余年，为的便是今日。壮阔的画卷便在眼前，人生哪有悔意？忽然间，王志坤的眼瞳里闪过一丝寒意，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。虽然天寒地冻，但庆军的后勤保障没有问题，气势没有问题，可是他的心里一直都有极强烈的不安。小范大人回京都了，陛下可会安好？依山而建的北齐皇宫，山上有山涧，山涧沿着山道流到最下方，汇成一方清潭。潭旁砌着青石，潭中清水顺着刻意打开的一处缺口，向着宫外的方向流去。北齐皇帝身上披着一件大氅，内里衬着龙袍，双眉如剑微微挑起，双唇紧紧抿着。他就这样坐在水潭的缺口之旁，沉默了许久，一言不发。海棠背对着站在他的身旁，目光顺着从潭中流出的清水，一直望向了美丽的皇宫之外，那条缓缓行走于冬日之上的京城内的河。大东山一事之前，苦河大师便在这处水潭里与太后一番交谈，决定了某些事情，飘然而去，最后颓然而回，寿终而亡。他败在了庆帝的手中。如今北齐朝廷又面临着南方那位强大君主的威胁，只是这一次的威胁比上一次更加真切，更加直接。无数的庆国铁骑已经踏上了侵略伐北的道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不会杀了这座古老的京城，点燃这座美丽的黑青皇宫。北齐皇帝剑眉微平，面色微淡，缓缓开口说道：朕不能将所有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。虽然朕相信他与庆帝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但庆帝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。关于范闲此人善变而又天真的情思，朕大概比许多人都更了解一些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按照小师姑的话来说，那位瞎子大师根本已经变成了一个白痴。北齐皇帝低下头，望着水中有些变形的自己的面容，忽然觉得这天地间的寒意都变成了前所未有的重担，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来，微带失望之意说道：若真是如此，谁又能够在南庆皇宫里杀死那位君王？谁都知道庆人的野心，朕为之准备了这么多年，然而战事一起，才发现原来朕依然低估了庆军的强悍。北齐皇帝抬起脸来，眸子里闪过一丝坚毅之色。不过是2路边军，便可以杀到南京城下。若庆帝真的举国来伐，便是上山虎将军，只怕也不可能支持太久。